大家知道，在整个积木行业里，乐高是经常被国产积木以及一些商家拿来蹭热度的一个品牌。比如你一定会在很多电商平台上看到，在很多积木的标题里，卖家会打上乐高兼容这样的关键词。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国内也有一个品牌同样被大量的蹭热度，这就是高砖。如果你在电商平台上去搜索各种积木，那么你有非常大的概率会碰到有些商家会在商品描述上写上高砖复刻、高砖版等信息，当然大部分都是假的。那今天这期内容，我们除了会给大家全面的介绍到底什么是高砖，怎样才能买到真的高砖，如何辨别高砖以外，还希望通过本期内容深入的思考一下国产积木相对于乐高的差距到底在哪里。首先，什么是高砖？高砖呢，就是国产高质量砖块了。那这种说法呢，有一些电商卖家，尤其是一些卖乐高1:1复刻产品的卖家呢，会来这么跟你说。当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高砖实际上是积木玩家对高德斯积木零件的一个俗称。它的生产厂家，也就是在行业内非常有名的汕头市高德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工厂呢，自己并不做积木品牌，而是主要给国内一些优质的国产积木品牌提供零件生产和代工的服务。同时，他们有一个积木爱好者交流平台，叫做高砖社区，提供给玩家一站式零件配单平台，叫高砖商城。那根据我们目前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情况，国内目前对高砖零件的使用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宇星魔王、乐创、雷尔、魔域、18K、拼奇、佳奇、维斯、卫吉等品牌的几乎所有的套装都是采用高砖零件，当然这里不包括极少数高砖没有的零件，那就会采用非高砖零件。除了这些品牌之外，还有森宝、迪库等品牌，他们的部分套装也是采用的全高砖零件。所以可以看出来，高砖目前已经几乎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的一线积木品牌。再说到他们给玩家提供的一站式积木零件配单平台，也就是高砖商城。这个线上商城呢，在零件的种类、规格、颜色等方面的丰富度，如果他们自己说是第2的话，那估计全国甚至全球就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平台敢说自己是第1了。高砖商城给玩家带来的巨大便利，并不只是体现在零件的齐全方面，更关键的是，它还为玩家提供了非常智能化的下单流程。当我们使用例如 Studio 等积木设计软件完成设计以后，最终导出的零件表可以被高砖商城的智能化系统完美兼容。在完成表格的上传以后，系统会将零件的缺件、缺色等情况呢进行直观的反馈。那在最终确定下单之前，玩家还可以对缺色的零件进行非常方便的修改调整。完成下单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份缺件零件表，方便玩家在其他平台上继续下单。如果你曾经有过在其他电商平台上一个个搜索零件的配单经历，那么你绝对会为这种几分钟就能够完成下单的体验感到无比的舒适。然而，如果你走进高砖商城的仓库，你会更惊讶地发现，下单流程的智能化原来只是高砖商城体系化智能的冰山一角。在这里，数十台机器人井然有序往来穿梭，他们正在把你刚配好的零件送到工作人员的手中，如此免去了在庞大零件仓库中寻找零件的繁琐操作，极大程度上提高了配单效率。虽然目前仍然有很多玩家反馈高砖商城发货较慢，但是我们相信，基于这种庞大的体系化、智能化布局的供应模式，发货时效的不断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积木至少在目前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即便是乐高在2021年的全球营收也只有509亿人民币，而积木 MOC 则更是小众中的小众。在如此小众的背后，能够驱使一家企业做如此大规模的长期投入，只可能是企业家对这块市场的巨大信心和远见。这种信心和远见，在高砖对积木 MOC 爱好者的支持方面也是可见一斑。2022年，高砖举办了一届 MOC 大赛，它的形式和乐高 Ideas 有点类似。虽然现阶段的影响力、参赛玩家数量和乐高 Ideas 无法相比，作品质量从整体上也不如乐高 Ideas， 但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但乐高套装以及零件的高昂售价，并不足以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培育出太多的专业玩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日常所熟知的那些 MOC 大神，大部分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在长远的布局之外，高砖在零件设计、制造等细节工作方面，同样也显得非常的务实和高效。虽然延续的是乐高的零件体系，但是高砖仍然会对零件进行不断的改良。例如科技组常用的后孔壁零件，乐高以及早期的高砖零件，其近焦点都设计在了外观面上，
因此可能会导致最终的成品外观上可以看到杂乱的发白水口印，尤其是深色零件会比较明显。高专在2020年便开始了对此类零件的全面改良，将近焦点移动到了有孔洞的侧面，因此解决了零件水口对最终成品外观的影响，也包括例如32184等连接件。早期的高专零件曾经出现过小比例的十字孔歪斜的问题，然而在得到反馈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此类的问题。2021年，高专又开始了一轮对零件的全面改良工作。此次改良主要针对玩家普遍反映的高专零件手感偏紧、偏硬的特点，对大批量的零件进行重新设计和开模，同时优化了注塑原材料。经过我们的测试，目前高专的全新零件在手感方面确实提升了不少，在保留了此前的高精度以及拼插稳固的特点的同时，拼插手感多了一种比较润的感觉。不过目前市面上所有使用高专零件的套装仍然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新老零件目前仍然会共存于某些套装中，但估计彻底完成这个调整应该还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已然坐在王座上的乐高，中国积木行业的企业家在零件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显然更加的高效、务实、进取，同时也更懂得并擅长开放合作。开放合作意味着更精细的产业分工以及友商之间的相互成就。从某种角度来说，高专这样的平台是近年来中国得以快速出现一大批优质国产积木品牌的一个生态基础。不做积木套装品牌，而是专注于零件供应的高专，在完成了零件设计、生产、优化这些基础性工作以后，其他国产积木品牌则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的原创设计、品牌建设、渠道建设方面。同时，这种模式也避免了众多积木品牌在零件这类基础性工作上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劳动。显然，这是中国积木品牌崛起的独特发展模式。最后，再来回复几个玩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首先，如何辨认高专零件？那几乎所有的高专零件在外观面上都可以看到一个数字零件编号，大部分都是斜体字。那么我们可以在高专商城上搜索这个编号，如果可以对得上，那么就是高专零件。当然，并不是每个零件都能搜索得到，也有少部分的，例如避震零件，在高专商城上是搜索不到的。早几年也有乐高加高专双编号的辨别方法，但是目前这个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其次，如何买到正版高专零件？那如果是想购买套装，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品牌；如果是想购买零件散件，那么可以考虑高专商城或者部分专卖高专零件的电商网店。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希望本期内容呢对新入坑的玩家能够有所帮助。下期见，拜拜。